这泰戈尔沙漠可真够远的，都离开黑岩城2天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师，哎，这血莲丹的材料已经收齐了，旅途漫长，怎么，现在就想炼制血莲丹了？提前准备好吧。老师当初不也说过了吗？运气好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突然遇见异火呢。这血莲丹可是能够跻身进入5品的高阶丹药，炼制它也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。5品丹药，整个加玛帝国恐怕也就丹王古河能够炼制而出吧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。是，好的。这里的服务还真不错啊！再帮您挑几个增蒜好点的，换换口味。又是那几个家伙。您请。近距离观看如何炼制高阶丹药，对你好处可不小啊！是，老师。好好学着吧。老师有着异火相助，已经用了整整2天半的时间了。平常的炼药师想要成功的炼制出这血莲丹，估计没个10来天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丹药要成了。守住门口，给我几分钟安静收丹的时间。哈哈，萧炎小兄弟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最年轻的2品炼药师萧炎，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吗？你们几个真是阴魂不散呢。哎，上船的时候你跑得还挺快的嘛。哦对，听说你从古特那老家伙手里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？嗨，那些什么东西的不重要。就是小兄弟，刚才突然出现的能量波动，可是由这里散发出来的。毕竟大家都处在1000米高空之上，万一出了点事儿，我们可就都要遭殃啊！是啊，这位小兄弟，大家现在可都在同一条船上，还请麻烦把那些危险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保管，不然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啊！对呀。各位都是明白人，不必和我装傻充愣。我家老师正在里面做的事，并不会影响到飞行，还请诸位能给个面子，不要胡乱打扰，否则……小兄弟，我们只是检查一下而已，不会多事的。还麻烦让你们一下。
不好！听说你要收拾我？大人，不，我们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，我们只是想保证一下我们的安全而已。你们是想要他？大人，您说笑了，我们怎敢打您的主意呢？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先前是开玩笑。本不想杀人，不过你自己找死，那也就算了。这就是异火的威力吗？那可是一名真正的大道师啊！异火，难怪会让那么多人拼了命的想要得到它。这种力量实在是太诱人了。小子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你是说用萧炎做人质？呀！你也会死在这里，绝对逃不掉的，不会放过你。大人，我愿意追随您，只求您能放我一条生路。这人怎样解决随你，我可不需要这种随从。仁者之心也要因人而异，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。如果不早下决断，日后被出卖之时，后果你自己想想吧。又是一只魔蜥。魔兽固然凶残，但与人性险恶相比，还真不足挂齿。没错，所以一定要当断则断。经此一战，确实让你成长了不少，及时看清人性的险恶。以后面对绝境之时，也不要把后背交给不信任的人。说不定会像那名炼药师一样，有把意想不到的匕首捅进你的胸口。只有绝对的实力，才能避免为了生存而扭曲自己的人性。最后的修行之地，塔格尔大沙漠，终于要到了。云芝，是云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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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也在？纳兰嫣然，做噩梦了。你刚刚喊的是纳兰嫣然的名字。老师，3年之约我万一败了，输掉的不仅是我的尊严，更是家族的未来。你在担心纳兰嫣然会比你强？你有想过吗？
这个世界上才没有什么真正的强者，有的只是想要变强的人。如果想真正把剑挥出去，就要把心里的事放下。我想挥剑和专注做事一样，应该就是把心里的顾虑全部放下。相信我不会看走眼，虽然你天赋不低，可你的付出才是最后成功的关键。我很期待几个月之后的3年之约，当年他给了你难以抹去的耻辱，如今你已经有资格自己去讨回。多谢老师指教。还真的是间房子，差点误认成了海市蜃楼。正好去买一份塔格尔沙漠地图，备好足够的水源，再顺便看看有没有驱蛇的药物。啊，这沙漠里头还有蛇啊！塔格尔大沙漠里有一些蛇人区，他们虽不算什么厉害角色，但最擅长的便是驱使毒蛇进攻。小心点儿，总没错。老先生，我是来买地图的。先生要是忙的话，我就自己先随便看看了啊。竟然妖皇！你这家伙真是好运，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找到那没有半点头绪的地图残片。看来你与那竟然妖火还真是有几分缘分呐。你是要购买塔格尔沙漠的地图吧？老先生，能否给我一份最精准与详细的沙漠地图？东西在柜台上，自己选吧。哦，老先生，不知道您这里是否还有这种地图残片？你见过这种残片？只是曾在拍卖场见过与它相似的。没了，这也只是我偶然间得到的。那老先生能否告诉我，您是在哪里得到的？沙漠中挖到的。老先生，能将这块残片卖给我吗？我愿意出高价。不卖，别再打着残片的主意了，我不稀罕钱。另外，也别打什么强抢的念头，那对你没什么好处。的确，在一名或许曾经是斗皇级别的强者面前，我还真不可能强抢。冰皇，前一代加玛帝国10大强者之一，孤僻自傲的他，曾与云岚宗前任宗主决战云岚山巅。在加玛帝国与出云帝国举办的强者大会上，他一人独占对方2名斗皇，一经全场。而在那次大会后，冰皇便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小心点，这老家伙不是个普通人，他真正的实力应该在斗皇级别。不过他似乎受到什么力量的压制，现在的实力仅仅只在斗灵左右。可即使这般，要杀你也是易如反掌。唉，这种强者为什么偏偏都让我遇到了？
你运气好呗。老先生别误会，我并不认识你，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这张地图残片对我很重要，还请您能通融一下。当然，您需要什么东西，只要我能拿得出，一定不会拒绝。小子，没想到你也有些底子。老先生，您看如何？我说过，我不会将它出售给任何人。老先生，这东西我今天势在必得，就算您不答应，小子也要强行带走了。这武器居然还有减缓速度的效果，这次恐怕真是有些麻烦了。当年我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东西，它其中所蕴含的秘密绝对不小，想让我平白无故的交给你，做梦！闪！灵灵镜。这小子居然没有倒下！我不能再被动抵挡了。哼，不自量力！啊！斗气化翼，不像啊！好家伙，这小子怎么全身都是宝？哼，想跑？没想到，那老家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在这片炙热的沙漠中制造出一个坚硬的冰窖。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，若不是他现在无法斗气化翼，恐怕我早就被擒了。的确，毕竟你们足足相差了2个级别，先前的交锋不过只是试探而已。若他真是认真了起来，你就实战训练到此为止。不管你究竟是云岚宗的宗主传人，还是那几大家族中的少少，或是皇室中人，今天也不可能拿着地图残片离开这里。老先生，我说过，这张地图残片，我志在必得。怎么可能？
这是何种秘法？不对，他绝不可能是那些势力的人。好久没人能让我如此竭尽全力的对待了。这是灵魂力量。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？我今天倒还不信了，会被你这毛头小子搞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援兵旋杀！找死！找死！他也怨不得老夫了。老先生，我早说了无意与你交恶，只是这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有些重要，所以……没想到隐居在此20多年，今日却会被你一小辈弄得这般狼狈。当年在沙漠中费尽心机的得到这块残土之后，我便是将之完美的分割成了2份。你本来可以不用说出来的，将这秘密告诉我，总不会只是用来激怒我这么蠢吧？小家伙心智果然不凡。说说，你究竟是要怎样才肯拿出另外一小份残土？能将我从冰层中释放出来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怕我反扑的话。真好奇是哪个老变态将你培养出来的？我能锁住你1次，就能有第2次，所以别耍花招，不然下次结冰的就是你的血液了。好恐怖的冰冷火焰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先前所使用的应该是一种神奇的异火吧？你也知道，我本来的实力应该是一名斗皇强者。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的名字叫海波东，或许你并没有听过，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冰皇。还好老夫的名头没有随着时间而灰飞烟灭，你竟然还听过？的确是让我惊讶，没想到那名动加玛帝国的斗皇强者，
竟然会隐居到沙漠来当一名出售地图的商贩。当年我在这里遇到了沙漠中的蛇族皇者梅杜莎女王。要知道，梅杜莎女王可是在斗皇中排名顶尖的强者。那场战斗中，我没有丝毫意外地败在了她的手中，而且中了她的蛇之封印咒，实力被封印在了斗灵级别。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破解封印吧？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可没那本事。本来我也不会将另外一小份残图的消息告诉你，不过你最后施展出来的森白火焰，却是让我改变了主意。只要你能将我所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，我不仅会将那块小残图交给你，而且还会欠你一个人情。你所需要的丹药是几品？6品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2品炼药师而已。你应该知道，一名斗皇强者的人情值什么价。不管如何，与净莲妖火有关的地图残片，我们必须弄到手。那会对你日后进化功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答应他。而且一名斗皇强者的人情，也确实值这个价钱。你应该知道，请炼药师炼制丹药的规矩吧？药材自备。药方所需要的药材，我已经凑齐了大部分，但是还差了一种。这种药材名为沙之曼陀罗，只有在蛇人部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体内有着美杜莎女王下的封印，只要一踏入塔格尔大沙漠深处，就会被她察觉。我去，这不是坑我吗？现在还要我去为你跑一次啊？我不干。有一些情报，或许你会感兴趣。什么情报？异火啊！你或许也应该听说过，塔格尔沙漠隐有异火的一些消息。你知道塔格尔沙漠中的异火在何处？我这个人对绘制地图很感兴趣，曾经在塔格尔大沙漠内转了转，也侥幸地弄到了一些有关异火的消息。我将这些消息之中的地点路线探查了一番，大概的知道哪个地方拥有异火的概率比较大。如果没有我的指点，你就算在塔格尔大沙漠里转1年的时间，也难以寻找到异火。怎么样？只要你答应帮我搞来沙之曼陀罗，我便将我多年研究的异火消息全部给你。成交。冰皇海国东的地图上，不仅精确地标出了塔格尔大沙漠中3处存在异火几率最高的位置，而且还将那些散布在沙漠之中的蛇人部落也清晰地标了出来。虽然这让萧炎少走了不少的弯路，但是沙漠中的严酷环境依然大大出乎了萧炎的意料。记住，你最好先去东与北2个火焰标志的地方。西方那里已经接近塔格尔沙漠深处，梅杜莎女王能够感受到任何进入她范围内的人类气息。面对梅杜莎女王，我并不觉得你有多大的机会能够逃生。老师，已经走了10多天了，我们不会被那老家伙晃点了吧？再找2天就转路去北边。2边来回一折腾，至少还要1个月的时间。虽然这沙漠的环境极为严酷，不过其中所蕴含的火属性能量格外精纯与霸道，刚好极为适合你修炼紫火斗气。
没关系，反正这几天我也习惯了。哼，想看我笑话？老子没啥优点，就是适应力强，命比蟑螂硬。来吧，粉血伺候。最近这个动作越来越娴熟了嘛。焚血，配合这种修炼方式，能够充分的吸收沙漠中沉淀的精纯火属性能量，比你在魔兽山脉中的效果要强许多。快了，二星斗士！刚才什么东西？兄弟，请留步！我们的佣兵队伍被沙之佣兵团袭击了，还请兄弟能够去石墨城帮忙求一下救兵。抱歉，我赶时间。兄弟，还请帮帮忙！若是小队能够获救，我们墨铁佣兵团绝对会重金酬谢。墨铁佣兵团，石墨城的墨铁佣兵团。你们团长的名字？萧鼎、萧丽。再给老子反抗，我就马上打碎你的脑袋！给我干掉那几个墨铁佣兵团的家伙！我行你敢！两位团长，要是发现我们没有回去的话，那你们应该是误入蛇人领地，被蛇人给干掉了。我们又不会放毒，你说是吧？我真不会啊，可别难为我们了，老大。大家小心点。蛋仔已经回去求救了，只要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就能得救了。放心，我会留着你的。杀了他们，拿走他们身上的魔核。什么人，竟然敢这样对待我魔星辛辛苦苦抓来的蛇族宠物？你们是墨铁佣兵团？是的。混蛋！我们可是沙之佣兵团的人，你要知道，得罪我们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成！这家伙好暴力！兄弟，等一下！带头的可是都是。江云兄弟，蛋仔先走一步，你慢慢参观。小妖妇，为什么离我这么近？害得我把坛子都弄到地上了。女孩能有什么好心的？这老板也真是，这他居心倒霉。老板，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呢？这瓷器要1枚金币，他赔得起。拿去。谢谢主爷。不过郑爷，我劝你一句，这女孩就是祸水，您呐还是离她远点好。好了，都散了散了。走了。你没事吧？他叫青灵，是蛇人与人类的后代，
不过这种婴儿一般很难活过2岁，可他是个例外。但人类与蛇人都将之视为诅咒。唉，他能多活这么多年，除了受到的白眼与嘲讽更多之外，似乎并没有别的东西了。2位团长看他可怜，所以收留了他做侍女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您的。好漂亮的鳞片。抱歉，让你受了些惊吓。哟，雪兰，你没事吧？听蛋仔说你们遇到沙之佣兵团的袭击了。没事。2位团长在吗？都在。自从知道这位小兄弟的姓名之后，2位团长可是兴奋的有些坐不住了。2位团长经常会提起你，蛋仔那家伙已经把你给宣扬出去了。看来你们是猜出我与2位大哥的关系了。嗯。二哥，小妍子，竟然真的找来了，可以啊你啊！二哥，你想拍死我呀？小妍子，几年不见，真的长大了。大哥也是越来越英俊潇洒了。小家伙，看来在我们走后，你经历了很多。这般定力与心智，或许连你二哥都比不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一醉方休。好。干！哎，青林，站着干什么？团长，您的卤肉今天被……沙漠边缘的人，都与蛇人有着难以抹去的血仇。他们一想到面前的小女孩体内流着蛇人的血液之后，便会忍不住的流露出厌恶的情绪。同时，拥有人类与蛇人血脉的青林，则承担了双方的歧视与厌恶。说起来，她也是一个极为无辜的女孩。你跟我以前很像。青林，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。你只要记得，你不是为别人而活，为的是你自己。说得好，青林，估计我们要喝到挺晚的，你就不用帮我们忙活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。嚯，小家伙不错呀！你那诡异的体质问题给解决了，似乎还晋级为斗师级别了。前不久历练时才进入的斗师，真了不起！这种修炼速度，即使是你小时候最巅峰之时也比不了啊。说到小时候，我在家族中沦为废物，真的非常感谢2位哥哥。那时候，你们依然是维护着我仅剩的尊严。你们将所有敢出言嘲讽我的族人教训得遍体鳞伤，事后还不忘带着那被家法伺候的伤痕，笑眯眯地安慰我。你二哥一直抱怨我，当初没把你也带走。可在加玛帝国游历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几次差点丧命。若是让你跟在身边，岂不是反而害了你？留在家族之中，至少父亲能照顾你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不容易见面，也就别再说以前那些丧气事儿了。还好小燕子没出什么事儿，不然日后回去，定要把那些小王八蛋好好教训一遍。好，不提以前那些事了。
你只需要记得，我们是亲兄弟。当初我与你二哥建立墨铁佣兵团，便是希望能替日后的你建造一个安身之所。是啊，和我们一起发展佣兵团吧，这里有我们在，也算是给你一个安乐窝。另外，我们也找个时间回去看望一下父亲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回去，父亲一定很想念你。是啊，答应了吧？小弟是很想留下，也非常感谢二位哥哥的好意，但是3年期限快到了。3年期限，纳兰家族的纳兰嫣然，真的来家族逼迫父亲解除婚约了？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欺人太甚了。这些事情我会去处理，大哥和二哥安心发展你们的势力就好。说不定日后我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，还得靠你们保命呢。我此次来塔格尔大沙漠的目的，是要寻找异火。这是我弄来的一张地图，在这处火焰标志的地方，应该有几率寻找到异火的踪迹。不过我对石墨城周围的地形，你真的要赴约吗？云岚宗这尊庞然大物，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。不如先留下来，之后的事情由我跟你二哥想办法去处理，你也不必这么辛苦。你看如何？如若这般，时间上是来不及的。你还是要去？这里已经为你准备的如此妥当。二哥，我知道你们的好意。雷虎345，结束了，暴步！怎么速度突然？为什么？好，好！不愧是小妍子，你的实力可以让我们放心了。墨铁佣兵团所有团员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对萧炎鼎力相助。对萧炎鼎力相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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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火存在于这片茫茫天地间，它或许是天降陨石中所携带的那簇火苗，或许是火山深处被煅烧了千百年的熔岩地火，也或许生于虚无之中，无相可寻，无形可抓。充满狂暴气息的异火，可断世间万物，更不要提那些脆弱的肉体了。好详细啊！这种地图，我可是第一次见啊。的确详细的有些过分。这块火焰标志的地方，应该是石墨城的东部，是东部偏南的位置。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太过奇异的地方。对呀，那个地方我之前做任务的时候带人搜索了几天。
就是一片沙漠而已。看来这里并没有异火。啊？怎么了，青灵？石墨城的东部位置，似乎的确有点奇怪的东西。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我感应的是否准确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你似乎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我不知道。半年之前，有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出现在石墨城外，这股气息与我体内的一些血脉有些相似，而在那股气息面前，即使是沙之佣兵团的团长，也比他弱了很多很多。哦，沙之佣兵团的团长可是一名大斗师啊，那对方岂不至少是斗王级别的强者？与你血脉相似的气息，难道是美杜莎女王？美杜莎女王这种超级恐怖的人，竟然会在石墨城周围转了一圈。半年前，他突然来到了石墨城的东部，那一夜，那里的能量极为的暴躁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似乎还受了伤。你知道他停留的地方具体是哪吗？虽然时隔了半年，但他所遗留下来的狂暴能量还会时不时的发作，而就在早上，二团长和萧炎少爷切磋时，能量刚好再次爆发。我依靠着体内的那丝蛇人血脉的感应，应该是这个地方。少爷想去的话，青灵会尽力带您去的。那便多谢青灵了。那里正是沙之佣兵团总部的边缘。沙之佣兵团出去了一个小队，就你魔星一个人回来了。老大，这次真的是个意外啊！没想到萧鼎他们竟然找了帮手，在我们回来的路上设立了陷阱，所以我们才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啊！混账东西，连我沙之佣兵团的弟兄都敢动！哎，老大，萧鼎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。要知道，我们沙之佣兵团才是石墨城的老牌势力呀。那两个毛头小子这才来了没几年，竟然便是敢这般忽视我们。若是放任他们继续下去，恐怕后患无穷啊！老大，别担心，我都查清楚了，那个帮手是萧鼎和萧丽的兄弟，实力也就是在斗师级别。老大，不能再放任他们了。哼，准备人马，我会亲自把这笔账给算清楚的。老大英明，老大英明啊！萧炎兄弟，我们的人已经把前面的路探清楚了，不出意外，半天时间就能到达。啊，多谢各位兄弟费心了。哪里的话，前天我们被沙之佣兵团小队围攻，兄弟出手相救，我们还没机会回报呢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真正的进入了沙之佣兵团的范围。这次一去，萧炎兄弟务必要格外的小心。沙之佣兵团是石墨城范围内除城主府之外最强的势力。虽然总体实力我们墨铁佣兵团并不逊色，但他们的团长罗布是一名大斗师。你应该清楚大斗师与斗师之间的差距，所以平日若无大事，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招惹他们。但是沙之佣兵团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了，较弱的佣兵团几乎都已经被他们吞并，而较强的佣兵团也在他们的小手段下暗中瓦解。哼，要不是上次任务中我们不小心进入了蛇族领地，让我们伤亡惨重，也不会让沙之佣兵团的混蛋们得逞。看手段，他们也不是什么正派的货色。兄弟们早就对沙之佣兵团的做法嗤之以鼻了。不过这次帮助萧炎兄弟寻找异火的重要性非同小可。
两位团长也是非常的谨慎，先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摩擦。那个，萧炎少爷，就在前面。青离，你确定是在这里？嗯。少爷，在我的感应之中，异动的发生地点的确是在这里。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以及奇异的山洞，不过，青林似乎又很肯定，既然地面没有，天空也没有，那么，或许在这里。大哥的意思是地下？我们团内正好有一些精通查探地形的好手，应该不难寻找出进入地底的通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得麻烦他们了。雪兰，你带人去周围做好侦查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手。这次的行动，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希望能在1天之内寻找出通道。没关系，大哥与二哥只管让人搜索就好。至于那沙之佣兵团，若是他们真想要插手，那便由我来解决。你能解决沙之佣兵团的罗布？二哥放心，我会如此说，自然有着把握。你们只需要派人将通道寻找出来便可。异火。照这样看来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沙之佣兵团就会派人过来。除了一个罗布，其他的都是一群软蛋而已。若是真把我惹急了，切，他们也别想好过。团长，第3小队似乎发现了一条通道的痕迹。让开！快让开啊！让开！让开！就是这里吗？是的，这里的洞口本来被黄沙堵住了，若不是青林察觉到这里残留着一些异样的气息，恐怕我们还真难以发现呢。那个，少爷，下面的通道中，顺着那人的一些气息，我应该能带您找到正确的路。小丫头还真是管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便动身。啊！你们要动身去哪里呀？团长，外围侦察小队全部被干掉了，而且周围埋伏了大量沙之佣兵团的人。该来的终究会来。各位，墨铁佣兵团正在执行任务，还请不要干扰。萧鼎团长，我可没听说佣兵工会什么时候发布了这种任务，而且这里可是我们沙之佣兵团的控制范围，我们过来，这似乎没什么不妥吧？魔相，
上次若不是罗布出手，你现在恐怕已经变成废人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团长也对这块地方很感兴趣，所以，你可以滚了。又是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和我兄弟如此说话！兄弟，你敢杀我？二团长，二团长！墨铁佣兵团，我还想找你们呢，你们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老大，那小子就是萧鼎和萧丽的兄弟，那天就是他埋伏的我们。今天来此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请罗布团长管制点沙之佣兵团的团员，请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出来打扰我大哥跟二哥的正事。哎，小子，你也太猖狂了！你算哪根葱啊？老大，你看，他们都快要骑到我们头上了。你这狗头军师出的主意还是挺恶劣的。斗王，不到20岁的斗王。先前我提的事情，权益大人所言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干涉墨铁佣兵团的任何事。是。好。待会儿，你就帮我指点道路。有一种火焰生于大地深处，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、融合、压缩、雕制，10年成灵，100年成形，1000年成莲。大成之时，莲心再生一簇清火，其名为青莲地心火。通道中弥漫着极为强烈的火属性能量。众人在青灵感知力的带领下不断下潜，而不知下潜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剩下的几位佣兵也是忍受不了这种高温，而无奈地选择了退却。异火，这前面真的有吗？没想到，在石墨城的地底之下，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
已经没有路了。而且，我修炼的是木属性功法，刚好被火属性能量克制，这里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这小丫头果然是有点奇异的地方。我进去看看。进入那岩浆之中，难道你还想游过去不成？这是自然不可能游过去。斗气化翼，你真的达到了斗王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相信我，不会出事的。我去试试。小心点儿，若是有变故，赶紧出来。不管这里面有多恐怖，我都必须进去看看。少爷，有东西在跟着你，快回来！睡着了呢。双头火灵蛇靠吞食岩浆为生，进化空间极大。若是机缘足够，或许能够进化成为堪比斗皇强者的6阶魔兽。看来这里的确有着异火的踪迹呀。这家伙要动真格的了。这家伙究竟在干什么呀？团长，少爷他还活着。还不赖嘛！
没什么大碍，歇息一会儿就好。待会儿你先带着青灵回去，我留在这里继续找找。现在那畜生看见我就只会跑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到我了。这地穴面积这么大，你想要从这里找出异火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啊。少爷，青灵或许能够知道异火在哪里。啊？出来吧。少爷，别打他，他不会再攻击我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似乎和他建立了一种奇怪的联系，能感应到他的意识。哎呦，了不起呀，小家伙！为什么你每次遇到的人都是稀奇古怪呢？上次是一个恶难毒体，这一次也不逊色，竟然遇见了一个拥有碧蛇三花瞳的小女孩。碧蛇三花瞳？怎么说呢？这种奇异的瞳孔似乎只会出现在人类与蛇人的后代之中，几乎可以说是一切蛇形活兽的克星。很显然，面前的这头火灵蛇正好是倒霉，被这小女孩的碧蛇三花瞳给签订了契约。少爷，他说异火在这下面。啊！原来如此，难怪我为什么察觉不到异火呢？原来是被这些地穴熔浆给掩盖了。老师，这里能下去？嘿嘿，想要得到异火，自然不会太过容易。怎么样，敢跳吗？小家伙，抓紧时间。虽然我能够让古灵冷火暂时的保护你，不过却要消耗大量的灵魂力量。若是失去了灵魂力量的维持，你就会被熔岩瞬间烧成灰烬。异火，等着我！青灵，我们要相信他。萧炎给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，他既然可以下去，就一定可以平安的回来。小家伙，半个时辰之内必须回去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岩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周围这些岩浆的温度已经快要超出我所能承受的极限了。不会吧？古灵冷火不是在异火榜排行第11吗？难道下面那个异火比老师的还凶吗？我现在毕竟是灵魂状态，古灵冷火的力量不能发挥多少，再加上周围的环境，半个时辰已经是极限了。好了，抓紧时间。你究竟还要下潜多远？半炷香，半炷香之内若是再见不到异火，老子不找了。邪爷的，回去，不找了。被这畜生给耍了。青莲地心火。老师，我们找到了。没想到竟然真的找到异火了。过去看看。我会加大防护力度的。虽然青莲地心火在异火榜只是排名第19，不过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却是最绝佳的等级。几年的努力，终于是有了一份收获。我看这青莲的形状，明显已经历经了1000年的岁月，应该已经凝聚出青莲地心火了。
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以这朵青莲的形状来看，应该早就生出青莲地心火了呀！怎么会没有？没有！安静，给我冷静下来。没有，再继续找不就是了吗？斗气大陆这么大，又不是只有这里才有异火。可我费了这么大的劲，难道就得到了这个空手而回的结局吗？唉，你能来到这里，已经很让人羡慕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目标拼搏。可当他们在付出了所有的代价，却没有看到希望后，依然没有选择放弃。命运不会老是袒护你，也不会总是疏忽你。他在为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，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学会放下，你将会恍然大悟，才可能月朗风清。是啊，老师，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。我想，我们是时候重新开始了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七彩蛇鳞。七彩蛇鳞？我说为什么莲花中没有青莲地心火？原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。七彩蛇鳞，在这塔格尔大沙漠中只有一人拥有，那便是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。看来，我们还是真得去一趟塔格尔大沙漠深处了。